订成功。我要前往纳须高原度周末，在那里待3天2夜。从宇都宫站搭电车至黑基站，约50分钟的车程。赶着搭公车，公车快来了，没时间去饭店放行李，先花钱把行李放在黑基站的置物柜。纳须这边的巴士路线主要分2条，一条是纳须线，行经汤本温泉站至纳须缆车站。这条路线的车班终点主要设在纳须缆车站，但有少数班次把终点站设在汤本温泉站。另外一条则是路线较短的阪市温泉线。我的公车来了。我现在搭的是纳须线，要去吃一家纳须高原必吃的餐厅。在广谷地站下车，站牌在 Cocos 餐厅门口，接着往 Cocos 的侧边马路直走。纳须高原真的是一个充满度假氛围的地方。看得出来，是北关东日本人的度假胜地。这里整个路啊，沿路旁边都有很多就是很有造型的餐厅，然后卖欧米亚给的店，非常的。其实这里一点虽然说是在高原，但其实很热闹，车也很多。这里也有大型的超市。虽然说是在山上，但是完全就是该有的机能都有，而且还有度假氛围，不会很冷清。然后这边还有房仲，我的茶屋卯三郎到了。哇！天哪，已经前面有21组排队的客人，现在才10点半，然后我还有半个小时，茶屋卯三郎才会开门营业，所以我现在就再往回走，来这一家超市逛一逛。这一间超市真的是我的菜，我看了都好想买哦。人超多，我逛完超市半个小时回来，门口满满都是人。店内座位很多，所以很快就叫到我的名字入座了。但入座后反而空等了20分钟，他们备餐速度不算快。我点了一个麻薯套餐，4颗麻薯
2颗咸的，2颗甜的，不像台湾的软嫩麻薯，这里的筋度较厚实，密度及粘度更高，口感带点嚼劲，味道部分不管甜或咸都很刚好适中。吃完茶屋卯三郎，我回到黑鸡车站。这边的公车班次就是还蛮稀疏的。那我现在是1点半，我要搭百世温泉去奈良美智的博物馆的公车的时间是2点40，我还有1个小时又10分钟。所以我就到车站对面的咖啡馆去喝杯咖啡吧。车站对面这一家还蛮有名的，讲就是这一间 Bakery and Cafe， 旁边还有一家卖披萨的店。黑鸡站的旁边这栋建筑物是他们新盖的一个图书馆，非常的高级，有时尚感。然后现在马路上非常没有人，但是马路非常的漂亮。人口密度极低的地方，其实还蛮舒服的。这个南瓜布丁口感很厚实，是重磅的口感。我搭上阪市线的巴士，前往奈良美智美术馆 （NS Yard），在青木别庄前这一站下车。现在从公车站牌这一边弯进来是一条，这算是像是一条林荫大道，可能要再走个200-300公尺。根据维基百科，奈良美智出生于青森县弘前市，现居于立木县那须盐原市，因此在这里盖了这一座美术馆吗？感觉好像要进入一个豪宅一样，非常隐秘。门票是大人1500日元，看起来1个小时应该是很够的，因为它里面其实也不是很多的作品。之所以只参观1个小时，是因为要赶着去搭回程的公车。阪市线的公车不管去程或回程，发车班次都超稀疏，务必要拿捏好、精算好行程的时间。背包不能背进去。展区允许拍照，但不能录影；纪念品店则是不能拍照，也不能录影。
馆内有一间 Kunara Cafe。里面的餐食 CP 值不算高，我纯粹只是追求一种完整性，毕竟来都来了嘛。这个抹茶碗是店内特色之一。奈良美智明明在台湾有布展，但我都没有机会前往，反倒这次立木县之旅让我看到了完整的展览。这是刚刚在纪念品店买的文件夹。我的饭店 Hotel Tops。其实如果要来那须玩，基本上住宇都宫是很 OK 的，可以不用特别住在那须，因为宇都宫到那须的交通时间，你搭电车宇都宫线到不管是那须盐原站或者是黑鸡站，其实就是最多50分钟的车程。但是我纯粹是因为周末来这边躲房价，省一点钱。因为宇都宫车站周边的饭店在周末的价钱几乎跟东京市区没有两样，起码都是那种什么7、8千块、8、9千块。现在是晚上7点，然后我要出来觅食。我前面有看到一家餐厅是有开的，就是这一家，就在黑鸡车站前面，叫富阳，也只能吃这家了。这个乌龙面的面条是宽面，是我喜欢的宽面。我有一点要提的，就是关于 Hotel Tops， 他们其实是小饭店嘛，所以他们的前台就是1楼的大门是有门禁时间的，晚上11点到早上6点半就会关起来。你在 check in 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你，就是晚上最晚几点会回来饭店，然后也会问你明天早上最早几点要离开饭店他们会想要知道一下。然后你早上如果像我是在这边住2晚，早上出门要把房间的钥匙交还给柜台保管，然后回来的时候再跟他们拿钥匙。早安，现在是早上7点50分。今天天气放晴了，我等一下要去搭8点15分的公车那须线，要去搭缆车，搭到最终站就是高空缆车站这样子。
特别要提醒的是，这里的巴士费用不便宜。我事先没特别注意是否有周游券，结果昨天上下车用 Passmo 刷卡，刷了将近3000日元。如果来2日游，建议购买2日巴士周游券，也是3000日元，很划算。可以在黑基站的游客中心购买，早上9点开门。就在这一个图书馆的旁边，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办公室的地方。巴士行驶40分钟后，先抵达那须汤本温泉站。我今天的行程规划是从山上往下玩。这里是杜鹃吊桥的入口。这里是恋人圣地，可以俯瞰美景的小空地。这里是大丸温泉站，有一家知名的大丸温泉旅馆。接着就是终点站那须缆车站。缆车站内的土特产很吸引我。那须是重要的酪农产业区，土特产也都是乳制品相关。いったもの券を入れてください。進行方向左下の磯の原の景色、山肌を見ますとところどころ赤く染まった葉っぱはありますが、紅葉の奥に茶臼岳の登山口の入り口がありまして、歩いて登山をなさるお客様はあちらから茶臼岳を目指すという工程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あそこまでは車で行けます。ちなみに去年一番多くお客様がお呼びですね。なのでよくお客様から何時に来れば大丈夫ですかって聞かれるんですけど、この時期はもう答えようがないです。なので逆に午後の2時とか3時とかそういう時間をね、駐車場空いたところを狙って、紅葉を見るなんて。進行方向右側、旭岳が真横に見える体勢となりました。左下の景色、先ほどとは角度がってします。从山路站到山顶站约7分钟。駅舎正面から出ますとすぐ登山道です。登山道は通常の道と違い大変歩きにくく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足元には十分ご注意ください。は国立公園那須国定にご支援でございます。到了缆车山顶站，你可以选择单纯在这里观赏美景，又或者继续往上攀爬那须岳。今天天气很好，我当然要来挑战一下。昨天下大雨，我很担心今天天气也会不好。不要说登山，可能连缆车都会停止营运。感谢天公作美。
那须岳其实是那须连山的统称，现在爬的是那须连山的主峰茶臼岳。从缆车山顶站至茶臼岳顶，距离约1.1公里。我只穿了一般运动鞋，这个地形走得有点辛苦，建议还是要穿登山靴，才不会扭伤脚踝。墨镜也是必备的哦。看到这块大石头，就表示已经过了2/3的路程，剩下1/3，但越顶端地形越难走，得弯下身，用双手辅助攀爬地面上的岩石。以前我顶多是郊山健行，这次是我人生第一次攀登到山顶。虽然有搭缆车上山才开始攀登，但对我而言，这还是很有意义。这颗大岩石犹如天然的展望台，人很多，我还是继续前行吧。快到了，剩200公尺呀！到了，登顶成功，登顶成功，快喘死了。走过这个鸟居，人生第一次体验登顶的感觉，很爽。从缆车山顶站攻克茶臼山顶，花了45分钟。大家排队拍登顶照，这里几乎都是日本人，刚好遇到2位旅日台湾乡亲，他们帮我拍了登顶照，非常谢谢他们。下山喽！
能帮山友们拍照也是我的荣幸。我也来站一下这个天然展望台。下山的心情跟上山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下山就是有一种愉悦，就觉得任务完成了，回家了。こちら2号は格好号、1号の方は林道号で、それぞれ那須町の鳥、那須町の花の名前がついております。ゴンドラの下のところにひらがなで書いてあるんですよ、林道。はい、すれ違います。林道って書いてありますね。見づらかったですか？下から見ましょうか。林道って書いてありますね。回到缆车山路站，我赶紧吃点热食补充热量。炸蔬菜跟一杯热的干酒，天气冷就想要喝干酒。接着搭上公车往下行，开始散策行程。我要先去杜鹃吊桥。吊桥入口，在路边不起眼的草丛堆里。耶，应该是这一条吧。现在要去自己的吊桥，杜鹃吊桥。从路边公车站牌先走一小段草丛小路，然后会看到木栈道，总共走约5分钟就会看到吊桥。真的很美，可是身为严重惧高症患者，再加上今天风很大，我真的走不过去。哇哩嘞，真的，整座桥一直在晃。耶，我走过来了，但是我还要再走回去。走到另外这一端，就是有一个八幡自己的群落部落，走走看吧。往这一边有一个那须高原的自然之家，然后这一边是吊桥，这一边就是八幡的杜鹃聚落。如同奥日光，这里也有规划一条自然研究路。好，我决定
往八幡杜鹃聚落这边走。八幡杜鹃群落每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是盛开季节。一路都有指示牌，所以不用担心会迷路。一路上都有铺这个木道，所以走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完全就是不费力。我很佩服他们日本人可以把这个步道铺得这么的长，然后铺得这么好。好，我走到这一边，决定不继续走下去，因为感觉再走进去、再走下去就是深山，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要打道回府，往回走。妈哟，超恐怖的啦！我走回大马路了，然后我现在就，哎呦，就过马路到对面，对面一样有一条草丛小路，有个指示牌写通往沙生石，也就是通往汤本温泉景区。沙生石。这到底通到哪？我觉得它那个指标上面写的距离是骗人的，它上面写沙生石，然后0.5 km，500公尺，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走超过500公尺了，怎么还没到 ？A few moments later， 耶，好像快到了。到沙生石这里，其实就是到了汤本温泉的区域。所以，如果你从直己吊桥那一边的入口，就是大马路边的入口走出来，往下走要到汤本温泉，就是可以走这条山路，它算是捷径吧。但就是山路比较崎岖不好走，可是走大马路也有危险，因为大马路其实它并没有规划行人的走路的空间，所以你等于就是真的是跟车子走在一起，而且距离会比较远，因为它就是你要一直绕那个大马路。那我们这一边就是等于是走山路，就是直接穿过那个发夹湾。截弯取直，到了，就从这条山路走出来。这条山路我走了约15分钟抵达沙生石。如果下雨天或有老弱妇孺，建议还是搭公车比较好。沙生石有个九尾狐被封印的传说，古时候
认为这里的岩石会释放毒气，生物靠近就会死亡。以现今科学角度而言，杀生石地处火山口，火山喷出的硫化氢及二氧化硫气体，加上生物质，皆具有剧毒。生物一接触，本来就可能生病或死亡。面对杀生石的左边，有一条路前往温泉神社。杀生石前面是一片布满火山岩石、散发硫磺味的赛之河原，铺着完善木栈步道。我沿着步道逆时钟走一圈，走回到温泉神社入口，从这里前往温泉神社。汤本温泉的景点都相通，但路径非单一直线，建议分成区块状游览。神社前方是一条很长的参道，参道上有一棵御神木水游树，树龄推定有800年，御神木。摸一摸，这里。参道两旁有许多纪念石碑。这条阶梯上去还有个小神社。整条参道有3座鸟居，我是由上往下走。这里应该算是神社的正门口吧。门口边有一座竹汤，鸟居门口正前方是观光案内所及巴士站牌，马路对面则是可以前往温泉源头。这间鹿之汤颇有历史，相传有猎人发现受伤的鹿，在此泡汤疗伤，因此名为鹿之汤。
这里面生意很好哦，一次收费500日元。我爬完山其实也很想泡汤，但为了配合下山的公车时间，行程有些赶，还是得放弃。往鹿之汤后面走，就会看到温泉源头。汤本泉源，泉源就在小木屋里面。从原汤桥往前走是民宿街，这里聚集了很多民宿。这间龙奶汤也是有名的公共温泉，但需要钥匙才能进去，好像只开放给当地居民及民宿住客。已经下午3点了，赶紧找一家餐厅吃点东西吧。这个是我的午餐，这样子总共要1800日元，可是怎么看都觉得吃不饱。离开那须高原前，我到观光案内所盖纪念章。回到黑基车站，我可没忘记要参观这座摩登的图书馆。这是1楼，根本是大型鸟屋书店，里面还有咖啡店。图书馆另一端，马路往右转走，这条马路两旁聚集了一些文青风格的商家。阪市线巴士会行经过这条路线。我昨天从奈良美智美术馆回来，其实在这里下车逛逛的，但下大雨没拍摄，现在算是来补拍。
这间咖啡店叫1988咖啡说走，很有人气。我走累了，也进来坐坐。点了这个吐司套餐，然后搭配咖啡。这间店很有趣，卖老桌子。